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男生后脑勺非常容易扁塌的扁头，该如何做修剪让它变蓬松？在教学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。今天要教大家就是像我们这一种后脑勺非常容易扁塌的这种头发，该如何做修剪？简单的修剪就可以让头型变得比较好看的技巧。那我们今天运用到以下有3个工具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夹子分区夹，再来就是像这种扁平的剪发梳，跟我们一支剪刀。剪刀尽量找这种尖头平剪的效果会比较好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主要教大家就是我们在后脑勺这个区域的修剪，让它蓬松的立体度吹干又自然。那我们先帮它做一个简单的分区。好，那我们在剪发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找到最凸的枕骨的位置。那怎么找呢？我跟大家讲，你只要用手打开放着，慢慢的摸下来，那你会感受到有一个比较凸的位置，就是我们说的后脑勺的枕骨点。像它的头型一摸下来，最凸的就是这个点哦。那这个点的地方，我们首先压着。然后拿出我们的夹子，在这个枕骨点的位置往上一个指节做分区，来分上来，分一个平行的分区，平行线先分起来。再看一次哦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像我手有一个这样上来再下去的一个弧度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凸点。那凸点的位置往上一个指节就是我们要做分区的位置。那这一段的头发呢，我们要整个剃掉，还做修饰都可以。来，我教大家这边怎么做操作。那我今天帮他做设计呢，因为这个模特颈背这里跟颧骨是等同宽度的，所以我要做到就是比较多的颈背的修饰。那我今天选择呢，就是没有要把它这边整个剃掉，因为整个剃掉它虽然会变得比较利落，但是露出来的空间更大，看起来就会比较宽。所以我希望剪完的时候呢，让它颈背是比较多修饰的，我们轮廓区稍微保留，就像诺曼这样。像我这一种，我们如果男生要做到一些脸型的修饰你又不希望剪到太短，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稍微留一点点发际边缘的这种长度，它可以做到蛮好的修饰。那这个长度呢，怎么做修饰？大家听好哦，我们长度不要动到，我们提高角度，把这个层次的空间调整出来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特写给大家看。好，在剪之前，我们先喷上一点水，喷完之后呢，我们梳子在发际线上来，我们先找到我们的枕骨的位置，第一片梳上来，往后提拉。再看一次哦，手摸到枕骨的位置，梳子往上梳，碰到手之后往外提拉起来。这边的长度我们就可以先去掉，那去掉大概去掉一个指节的宽度。好，中心点的长度完成了，放下来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层次就出来了。后部区的层次跟两边的感觉，这边是不是就变得比较轻盈、比较修长？然后这边就比较厚重。然后接下来左边的话一样，对到中间的引导线，梳上来提拉，这边是原本比较短的，这边是比较长的，直接连接修饰过来。好，这样就完成喽。放下来看一下。你会看到下面的长度我们保留了，然后制造出这边的空间感，效果是变得就比较好，比较柔和，然后比较有层次感。那我们再来完成另外一边，这边也是一样的连接方式，连接到中间，由下往上提拉起来。这边比较短，这边比较长，把长的位置做去除，放下来。好，我们刚刚修剪的话是从中间开始，然后往两侧连接，那这样就可以很快速的获得我们像这样比较修长的颈背的效果了。那我们现在第一个区域已经剪裁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从枕骨到顶部区再分一半的位置来剪中段。中段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中段要制造出空间的蓬度。什么叫空间蓬度呢？就是外面的头发放下来做修饰的时候，中间就是要去支撑上面这一层的头发，而去填补我们这里的凹洞。因为我们头部是比较扁平的，那比较扁平的话，如果它整个长度都没有做到保留或调整，它是不是整个就是塌下来？但是如果我在中间这里有做了一点蓬度，上面盖下来的时候呢，就会被支撑了。
所以啊，我们接下来在这个区域，我们再分2层，分一半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把头发放下来之后啊，我们先看到啊，这是我们枕骨区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好，从这里到这里的一半的头发，我们把它分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第2个区域啊已经放下来了，接下一个区域啊要制造出一个蓬度的技巧，最好运用的方式就是直立分线90度做修剪，制造出这里的蓬度感觉。那我来示范给大家看，先把头发稍微梳顺完成之后呢，直立分线，然后大家可以先看到哦，下摆这里的头发是我们刚刚剪掉比较短的，这边是比较长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刚说过，直立分线完往外拉90度的位置，来有看到吗？这边比较短，上面是多的长度，我们直接做修剪，平的修剪上来，这样它就可以让它这块变得更蓬更立体。中段这边完成之后呢，我们一样往2侧直立分线90度提拉出来，做点剪，把长度做去除。记得哦，中段这里要剪90度哦，因为这样你在拨的时候啊，这边的蓬度才会拉起来。如果你放低角度啊，它就会荡下来了。所以啊，中段这里90度的高度是非常重要的，就制造出这里有一个中高层次的效果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2侧连接完成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哦，它现在中段上面这里的长度啊，是不是都被剪短了？它就是获得一个90度高层次的一个效果。大家发现啊，它这边有蓬度了，这边是顺下来的，这样的第2区域就完成了。第2区域完成之后呢，最后一个区域就是顶部啦。顶部把它放下来，我们直接做一个低层次的连接修剪就可以了。所以啊，顶部区非常的简单哦，因为我们要保留长度，所以我们只要先把头发顺着分下来，接下来下摆这里只要在我们这个长度做连接。那来示范给大家看，梳下来低层次，然后我们手直接放在我们耳朵中间后脑勺的区域，这样放着，然后做修剪。来低层次哦，手是贴在它后脑勺的位置的哦，看到没有抬任何角度哦，就是这样贴着做修剪。中间完成之后，两边做连接，贴着做修剪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来贴着做修剪。好，到这里都完成了，我们吹干给大家看效果。好，那我们后部区啊剪裁到这里就完成了。大家有看到吗？我们只要3个步骤的简单的修剪，我们后脑勺蓬度它就非常容易的立体蓬起来，这一块就不会那么厚重、那么扁塌，它就可以做到我们整个头型的修饰。大家有看到，像现在头发在拨的时候啊，它就一个后脑勺的弧度，然后下来。但是它原本呢，还记得吗？这边是完全切平下去的，因为它这一块是没有任何蓬度、没有头型的。那运用今天这个技巧修剪，它的蓬度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来做这个技巧的重点讲解。一开始在修剪的时候啊，如果像这种扁头的头型呢，我们一样先找到3个区域。第一个区域呢，就是我们枕骨往上一个指节做分区，分区起来，不管你是要像今天诺曼这样的做保留，还是要电推直接修掉，都是可以的。修完之后呢，我们再从顶部区这一个区域做一半的分线，把中段这里做一个高层次修剪，然后做连接。完成之后呢，顶部区盖下来，做一个低层次修剪。这2个层次是没有连接的哦，它连接的位置是在哪边呢？放下来，顺着我们的枕骨上方这个做修剪，直接帮它设定一个头型出来。它就是一个不连接式的剪裁，但是它的操作非常的简单，因为它主要就是在修饰后脑勺、后头部的效果。如果你做到整个连接，会变成怎么样？整个连接的话，后面就会变成短发，然后它会很容易翘起来。所以大家记得，最后这一层是低层次做修剪的，不要拉到太高的层次做连接了。你学会了吗？今天分享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对今天内容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
对今天使用工具有兴趣的同学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做购买。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影片，记得按一个喜欢，这边附上 IGFB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跟我预约。那么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